第一步呢，我们进行分区，在耳对耳点的位置呢，分出前后区。好，这样呢，我们分好前后分区，然后在后部的正中线，再把这个头发呢分为左右两区。在分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两边是否对等。好，由枕骨点斜向前分出第一区。好，这样呢，我们第一区就分好了。从枕骨点的位置斜向前分区啊，然后把第一区分得宽一些。这样呢，我们修剪完成之后呢，下面的导线比较厚实。好，后边的长宽米呢是1:1.2啊，一个梳子，然后再长一点点啊，大概在这个位置。首先第一步啊，能看得到啊。第一步呢，我们先确定一个长度啊，在这里，然后略微啊走一点点弧形。看一下两侧是否对等，我的站位有问题。好，这样呢，我们第一步的外线就剪好了。接下来我们 C 型梳理，左右分开，啊，向前 C 型梳理，把下边呢毛躁的长的磨掉一点点，这样呢会让这个直线呢会产生内扣的效果。好，这边方法相同，向前 C 型。好，这样呢，我们第一层呢就剪好了。接下来平行刚才的分线，继续向上延伸。好，接下来第二区我们分好以后，从中间左右把它分开啊。哎，我教给大家最快的一个剪直线的方法。首先呢，向前 C 型梳理。好，向前 C 型梳理，跟随我们的导线。因为我们第一区剪的偏弧形一点点啊，所以两边会长。当我们向前梳理的时候呢，会更长。所以这条导线呢是一条倾斜的线啊。好，按照这条导线剪好之后，再梳回来，你会发现后边的长了，后边的长，然后零角度，因为剪头模嘛，我们下面始终要垫一根手指啊。好，把长的剪掉，前面呢是不用剪到的，因为我们刚才 C 型梳理先定的就是前边的长度。来，这样我们看一下，它就比较顺畅。向前 C 型梳理，跟随导线的斜线，把前边呢长度先定出来。当我们向后梳理的时候呢，后边的长度就会 C 型梳理就会把它放长，然后我们按照这个长度导线的长度呢，把这条线剪出来，啊，剪到前面呢基本上是剪不到的。然后继续向上分区做延伸。好，上面呢继续向前呢做 C 型梳理。先把它梳到前边来，好，再把它自然落位，越到前边呢，你剪的就越少，这样呢，我们这条斜线呢就会顺畅下来。
这边方法相同，向前。然后再把它按照自然的流向输回来。到前面有一些毛躁的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就 OK 这样呢，大家就能看到这条很顺畅的线。然后我们时刻注意一下两侧的长度看看是否对等。我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我就可以继续往下。好，最上面一层呢，我们就直接放下来最上面这一层呢，它的流向大家要找好自然的流向。好，这边方法相同。你要根据你剪的位置呢进行站位的移动好，那我再次确定两侧是否等长如果等长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向下剪那到后面的位置呢，刚好等长。这样呢，如果我前面剪出来不等长的情况下，就证明侧发出现了问题所以你剪好一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一个对比。好，接下来呢，我们去剪侧发。侧发呢，我们不要在这个分区内进行分区一定要把它梳下来然后在侧面直接分起来这样能贯穿前后两区，更好的进行连接。好，另一侧呢，对应的地方我们也把它分出来，确保两侧的平衡。好，这样呢，我们把上边先夹起来。好，这一侧呢仍然是向前进行梳理向前进行梳理。C 型向前，好，找到临近的导线，向前延伸。当我们自然回弹你会发现耳上点就长了，它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好。沿着导线呢，我们剪下来因为我们第一步 C 型梳理剪完了之后，它最下面那一层会有一层导线可能大家离得远有点看不清。然后当你自然垂落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下边有导线，这就是我们做第一步的意义来，另一侧方法相同，先向前做 C 型梳理，全梳向前，好，自然垂落。以临近的长度为导线，修剪，然后这个时候自然垂落的时候，耳上点会长一块防止你剪缺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垂直向下，将耳朵这个位置呢自然回弹，再去连接这样呢，我们耳上点呢就不会短，而且这条线呢是比较顺畅过来的。好，接下来呢，我对照一下两侧长度那这边呢，明显稍稍的长一点点调整一番。好，我对照一下长度，两侧对等，我们就可以继续向下去修剪了。
再向上呢进行划分，跟随导线。在侧面呢，我们就可以用手夹了啊。要注意你的拉力不要太使劲，否则的话头发会回弹。我们跟随导线去延伸这条斜线。好，继续。把整个的顶区呢全梳下来，前边啊把它梳到我们的退化点的位置进行固定，梳下来啊，注意看这个细节啊，先向这边梳，手放在退化点的位置，然后继续向下，然后梳下来。啊，梳子到剪切口的位置，手下来，直接去修剪。好，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那我们得到的略微倾斜的一条线，啊，吹干了之后它就完全水平。好，这边相同。自然向下梳理，注意拉力不要过大。好，这样呢，我们把整个的头顶放下来。好，方法相同。这样呢，我这一侧也剪好了啊。首先呢，我们这个直线的这个结构呢就剪好了。接下来我要在直线里面去加入方形。什么情况下加入方形呢？就是说我们在发廊里去修剪这款头发的时候呢，哎，你感觉比较厚重，然后呢它没有层次，想让后边有一点点弧度的话，这样呢我们在顶区加入一点点的方形层次啊。好，接下来我进行分区。当然，你可以把它当成两个技术来看啊。好，再分好前后分区。接下来我们的分区呢是在这条分分线上啊，这条分分线一半的位置斜后分到后部点的位置，啊，后部点就枕骨点往上一点点的位置啊。然后呢，第一步我们先拉出一个导线，好，找到这条分分线一半的位置，斜后分到后部点，好，下边呢不要动，另一侧方法相同。这样呢，我们在后部呢就分出来一个三角区啊，大家看一下。好，我把它，其实我们正常修剪的话是不用分这条区这个线的啊。我现在分起来，想告诉大家，我们需要的用导线啊，先做出它的一个重心比例。我上面这根导线呢，先做出重心比例。重心比例呢，就是它的最高点和外线的长度分好一半啊。一半的一半，大概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剪出一个3:1的这样的层次高度，然后它跟哪里去连接呢？它跟后部点的长度进行衔接啊，这个位置进行衔接。也就是说，
我们上半区是有层次的，下半区是没有层次的。那这个方法呢，你可以直接连到发际线。如果你连到发际线呢，是整个发型有层次啊。现在呢，我们只做半个头有层次。然后，因为它是表面呢，防止它产生硬线，所以我们的切口要剪一个圆弧形啊，角度45度就可以了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修剪。我们可以呢把下边的夹起来，不夹也行啊。为了大家能方便看得清，我们把下边夹起来啊。正常剪的时候你是不用夹的，因为你只要以这儿为导线，下边呢你是剪不到的，因为下边短啊。我希望大家能懂这个道理啊。你的导线定在哪里，你就会剪到哪里，而下边的头发更短啊，你是不会剪到的。好，首先我们垂直分份儿，垂直分区，我们以下边最短的长度为准。我们先中间做一个垂直分区。然后我们以下面最短的长度为准，啊，大家看一下，然后上边的长度去做一个2点的连接，先梳透，发根梳透，降低角度，然后注意啊，第一步先剪一个去除的切口，然后逐渐向内收，剪一个偏圆弧的这样的一个切口啊，你要保持表面是比较柔和的，不会产生硬线。看偏圆弧形的切口，一定是先剪刀进行去除的角度，然后再往里收圆啊，是走一个这样的弧度。好，第二片，我们垂直于前面去做方形、四角形啊，来，跟随导线继续直接连接到下边最短的。始终是垂直分线，然后要找好正前方啊，你要垂直于正前方。好，这样呢，我们这侧呢就剪好了啊，我们来检查一下。在正后方呢，我们拉起来的头发看起来它是一个方形啊，一条水平的线啊，在侧边呢会形成一条水平的线啊，然后另一侧方法相同，另一侧的时候呢稍稍要降低一点点，继续垂直，然后找好前边，低角度。然后起刀的时候，先从最短的位置开始起刀，然后也要收一点点圆形，到最上边我的剪刀啊，注意看我剪刀的角度已经变成去除的角度，这样呢我们表面呢就不会产生硬线。好，继续，我需要确定前边的方向，如果这个时候你站位站偏了，你剪的方形就是偏的啊，两侧不会对等，然后你后边拉起来这条线呢就不会是直线。继续，这是最简单的方形修剪了，是在一个直线的上半区加入一点点方形，让这个发型呢看起来更加圆润饱满啊。这只是一个思维，当你在发廊里剪顾客的时候呢，如果你剪的是直线的发型，你上面呢可以加一点点层次的啊，对照一下两侧是否对等，然后我们梳起来。看这个形呢，是不是一条直线啊？来看一下，那在后部呢会形成一条直线啊，哎，在这儿会形成一条很柔和的直线。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整个区域放下来，它会自然跟下面去衔接的啊，因为越到下边是越短的，是不是？你看下边是一个直线的层次，这边呢直接有一点点偏圆弧形的切口。而两边呢都是向后带的，所以两边呢都会有一个衔接，啊，看到了吗？放下来，这个直线呢看起来后边呢就有一定的圆润度，然后侧边方法相同。为了方便大家观看呢，哎，我在这个位置呢再分上上下两区，下边呢其实你不分也剪不到了，因为下边的头发越来越短啊。然后，我们再
前后交界的位置呢，向后带45度，然后跟随导线，把这个圆弧形呢裁剪出来。好，下面呢你根本剪不到，注意要向后带啊！如果你不向后带，就把前边剪出层次来了。向后45度。好，继续。啊，越到前面呢，就越剪不到。这样呢，我们表面呢会形成一点点的层次，而下边这个直线的结构还会保留。这边方法相同，在它前后分区的位置啊，临近的位置，你看我在这儿梳薄薄的一片，啊，后区呢再梳起来一片，然后注意向后拉45度啊，来，大家看这个角度，好，完全的跟随上面的层次，继续，注意要向后带。好，越到前面呢，就越剪不到了啊！看剪的就很少了。好，那这样呢，我们这款发型呢就完成了啊。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基础吹风啊，吹风完了呢，我们再进行精修。好，接下来呢，我们对这个发型呢进行了一个基础的吹风啊，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吹干带直啊。接下来我们第一步呢是把这个直线的外线啊，我们进行清理一下，看有没有杂乱的啊。来，轻轻的点剪，然后把毛躁的去掉，剪掉里面的毛躁的。这个时候呢，你最好是有一把小剪刀啊，剪结构的小剪刀会比较好用。靠点剪啊，注意剪掉里面的，你的剪刀这个角度伸到剪掉里面那层的毛躁的啊，因为在头膜上剪呢，它会产生层次啊。修这个外线呢，不是让你剪掉很多，是把毛躁的修饰掉啊。有的人剪外线，剪波波头也好，他最后修饰外线呢，会修掉很多啊，那就说明你对这个层次和结构的掌控力不足，你后期要剪掉很多的啊。咱们呢就点剪就可以了，去掉毛躁的。OK， 这样剪好了，我们对方形的层次进行一个柔和。好，拉起来啊，点剪，向这边移动。好，前后连接的位置呢，有长的，就把它圆掉。继续把表面你剪过层次的地方呢，全都柔和。好，另一侧。
好，这款发型呢，你前边还可以剪刘海啊，都可以。这只是一个方法，教你在现场当中，如果碰到有剪直线的，他还不想要直上直下的那种感觉，你可以在表面加一点点方形层次，来让这个直线的发型更加的柔和啊，更符合我们顾客的审美啊。好。好，今天的这节课的内容呢就完成了啊，大家可以找这个咱们这个教材里面必记的第一款啊，这个刚才我已经说了啊，然后下边是一个直线，上面呢会加入一些方形层次。那今天的课程内容呢，希望大家多多练习。好，我们下节课再见。